春节期间，一条极不靠谱的新闻，英伟达市值超过了整个 A 股市值，在网络被疯狂转发。转发的人要么不动脑筋，要么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。英伟达市值1.78万亿美元 ，A 股市值接近77万亿人民币，超越从何说起？再查消息来源，原来是美银首席策略师说，英伟达市值超过了港交所上市的中国内地股票总市值。但英文媒体耸人听闻地写成了整个中国股市，中文媒体跟着以讹传讹。客户都知道，我们从22年10月就强烈推荐买入纳斯达克，23年全年都在强力推荐英伟达、脸书、特斯拉、亚马逊、谷歌、微软、苹果这7大巨头。7巨头的市值合计已经超过了整个 A 股市值。7巨头这个名词同样来自于美银首席策略师，原本是一部美国电影的名字。我曾经用这7家公司的手写字母组成简称 A Fat Man， 一个胖子。每次我们推荐7巨头时，客户总担心他们的市值占大盘比重太高，股价有泡沫。2018年初，7巨头占标普比重还不到15%，现在已经29%。他们占纳斯达克比重超过了50%。7巨头股价有泡沫并不奇怪，但泡沫可能会变得更大，持续更久。关键是不能单纯用大盘比重这一单一指标来进行判断。上一期视频告诉大家，极少数股票创造了整个股市绝大部分财富。最新数据显示，美国前10大公司占标普比重34%，G7里的英国、法国、德国、意大利、加拿大、日本前10大上市公司占各自大盘比重分别是49%、58%、58%、66%、43%和26%，只有日本这一指标低于美国，其他国家也类似。澳大利亚、韩国这一比重分别是60%和49%。在美国上市的中国 ETF FXI 里，前10大中国公司的占比也高达57%。但肯定没人觉得中国股市有泡沫吧？相对来说，美股比起其他国家的股市，集中度和估值都相对合理。我们会告诉大家美股的积极因素，也会在风险来临前及时提醒大家。